华丽，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有朋友说话，有朋友说话呀，你急啥呀？问题是那个啥，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我这一些设备都是重新调试、重新搞的，所以就是有一点生疏，所以我得重新弄一下。各位就是不要着急啊，我稍微弄一下，我还得跟你们稍微测试一下，啊，稍微这个我们测试一下。能听到歌吗？朋友们，能不能听到歌？那个音乐能听到吗？音乐能听到吗，朋友们？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听到。那就行。那这个能听到吗？这个。可以啊。还是说了拜拜。行，能听见就行，因为这个都是说话声音有点小啊。现在呢？现在是不是好一些了？现在好了吧？现在说话声音是不是大了一些？现在应该是没问题了。刚才小的话，你把你耳机声音稍微大一点，那个现在应该就好了啊。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一渐渐带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到房间。等一下，我看这个界面怎么放大？有个人爱你很久，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 OK 好了。音乐声音大是吗？有朋友说宁哥耳机戴反了是吗？还真戴反了。看来大家现场有很多这个非常这个专业的朋友们啊，就是我耳机戴反了都知道，可以。对，太细节了，这有点太细了，朋友们啊，有点太细了啊。有朋友说那个耳机上有字母，是刚才那个 L 就是左边吧？啊，现在就是倒过来了啊，不好意思，朋友们啊。有朋友说新粉第一次蹲到直播啊，好的，这是我也是好久没播了啊，这阵是好久没播了，然后很多新粉可能还没来得及看我直播啊，今天可能是第一次看，那个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有朋友说宁哥你憔悴了没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没怎么化妆，
人就是这样的，你不化妆就显得人可能是没那么精神啊，就是比如说眼线呐、双眼皮贴啊都没贴啊，腮红啊嘛，是不是？所以就是有点憔悴，朋友们啊。他们说我好了起来，怎么我世界变得黑白？珍藏的照片舍不得删掉，时间和地点都已经模糊掉，离开原来没更好，怎么会变得那么糟糕？你看我的眼神好像又失落了几分，是不是没变成和你想象中一？说有朋友说美颜开大，没必要吧？这样式吧，我看看有没有那种美妆，我看看有没有那种美妆整一个啊，我看看有一个元气菊的这个以前用过的，给加上。你看我嘴唇啊，哎，好多了。哎，你看嘴唇一亮就显得很有元气，朋友们。可以啊，有这个就够了。两个人，我知道怎么挽留，你还是会松手，只有我眼中，你看我的眼神怎么有？是不是好多了？有朋友说是好多了。所以说这个唇膏和口红对这个女性的这个对是有多重要？啊，没事，出门你咋涂个口红啥的，是不是也能那个就看起来就气色好一点？失落了几分，是不是没变成和你想象中一样的人？可以开始是你说的，我是你眼里的。有朋友摄像头太远了，你是很久没看我直播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很久没看我直播了？我摄像头今天已经拉近了。已经是拉近了，然后前一阵不是跟那个大飞阿卓他们播嘛，播完之后就是把那个摄像头就是拉的比较远，因为要拍到3个人嘛。今天我特意给怼近了啊，话筒好高级，是不是声音感觉很好听？有没有觉得好像说话的声音都有些磁性？还是远啊？我给你安个鱼眼镜头呗，直接给面部放大这种的，还是远。那这样那没办法了。首先呢，如果觉得这个我摄像头还离得远的朋友，可能应该是用手机在看我直播，你可以换一个 pad 啊，就屏幕大一点。这是第一。第二，你可以投屏到你家电视剧上，电视机上，投屏到你家电视机上，然后这样看会更大一些。那再不行呢，你说找个放大镜啊。有朋友说我没有pad，你给我买。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朋友们是这样的，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就是，不是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从小呢是，因为我从小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小的时候我有很多梦想，很多想要的东西，但是因为家庭条件，有的时候不敢开口让他们给我买。所以在小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都要靠自己去得到。我的人生我的故事也分享给刚才跟我要 iPad 的那个朋友，希望你也有一颗想要什么就通过自己努力得到的一颗心，这样你做任何事儿都会成功的。加油！有朋友说，老大你什么时候考虑穿女装？你有病吧？你没话唠了啊？你是咱俩之间沟通就是音乐影视包括这个直播所有专业性，包括时尚这一块所有专业性的东西，你没什么东西跟我唠，你跟我聊女装啊？
是不是？咱俩我看前两天有造谣说我是女的，简直无语透顶。前一阵有人造谣说刘宇宁啊，朋友们，我跟你们讲，刘宇宁，我从小啊，我朋友，哎，他还不说他自己，他说他朋友，他有个朋友从小跟刘宇宁就认识。刘宇宁小的时候呢，说话是有点娘。刘宇宁小时候说话就是那种尖尖的，哎，啊，就是这种啊，大家好，我是刘宇宁，是这样的，啊，夹子音，哎，说我小时候就是说话有点娘，而且从小特别喜欢玩跳皮筋儿，特别爱玩踢毽子，啊，然后呢，说其实呢，刘宇宁是个女的。但是朋友们是这样的，我看到这个其实挺震惊的。为什么？第一呢，我小时候真的爱玩踢毽子，我也跳过皮筋儿，但唯独他说这个嗓子，不太符合我。其他跳皮筋儿、踢毽子，我确实小时候也玩。我之前直播也讲过，我小的时候确实也跟女孩玩。啊，小的时候确实没有朋友说上来辟谣了，没有。小时候确实爱和小姑娘玩，因为他们就是不打我。啊，小的时候容易被霸凌什么之类的，但是问题就是，那个小的时候当然还没长1.9米了，喜欢跟他们玩，而且我在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还送给人小姑娘就是一个礼物是什么呢？是十字绣。我这个故事以前讲过，我以前就是那个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女生，我给人绣十字绣，那是很流行的玩意儿啊。那个时候十字绣刚出来，很流行的东西，黑白的还是，而且是什么呢？我是上网去搞了一个那个小姑娘那个照片，然后呢，她有那种特殊的当年那个技术，是可以通过那个照片，然后把那个人就是变成黑白线条，变成十字绣那种的。我小时候给人绣十字绣送人家。我把那个十字绣送给那个女孩之后，那女孩再也没给我收过花。有朋友说那像遗照，没有。不是你想的那么的黑白，他是用那种线条，就是他有点像漫画那种的，他弄得像漫画似的，不是说给人弄个相片。我确实是还弄了个相框给人家，黑白的嘛，用黑线，就是因为彩色线的那十字绣不太好绣，我就那个什么，我就是用那个黑白线，就是有点像那种线条那种漫画给人弄了一个，弄完之后那个。就不跟我说话了，所以我看到有人发帖子说从小喜欢跟女生玩，喜欢踢毽子，喜欢跳皮筋儿，他说的都是对的。然后他说其实我是一个女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其实我刘宇宁本人是个女的，然后呢，为什么嗓子这么粗呢？是因为在酒吧唱歌的时候呢，是什么玩意儿呢？我想想他怎么说的啊？酒吧这个唱歌的时候，那个像这种细嗓的不受欢迎，于是乎呢，哎，我故意把嗓子唱坏，让自己听起来像男的，啊，听起来像男的，啊。但其实我是个女的，而且呢，朋友们，而且最离谱的是什么呢？就通过有的时候，每次我给你们直播，还有什么，就比如像我给你们直播呀，或者我聊天什么的，他通过比如说我直播，我说朋友们，我去趟卫生间，他把我经期都给我算出来了。
你说离不离谱？你说离不离谱，朋友们？为你写几页诗篇，几行誓言，几个城市，几次相约。你的转身让我有失眠，想要牵住你的左手，却红了脸。想要搂紧你的左肩，却又胆怯。陪你走到废话的街，如何能把故事续写？原来我太笨，风景不减。我不爱无聊人间，只偏爱你眉眼。如果你也有时间，简直离了个大谱，哎，但是还有人信，有人信了啊。所以就是也是这个社会也挺吓人的啊，朋友们，我也是近1年才领略了这个世界的这个恐怖，什么人都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人口多了什么物种都有。把这风景都看遍，为你写几页诗篇，几行誓言，几个长夜，几次相约。你的转身让我有失眠，为你写作业的风景笑得。有朋友宁哥，你这个视角显得你矮，没事啊，我这个儿不高，本来个儿就不高，所以矮就矮点吧。其实的人轻声道歉，可你白头的那一场雪。有朋友说，宁哥你换设备了，那旧的呢？哎，有朋友就在公屏打字，打了好几遍，说宁哥你换设备了，哎，今天新设备，那旧的呢？还在那就是很那个什么，就是好像他搞的是很对我的设备很感兴趣，其实我都知道他下一句要说什么，下一句说那旧设备能不能抽奖送了呀？我不爱无聊人间，只偏爱你眉眼。如果你也有时间，有朋友说没有，是这样的，我旧设备呢已经什么呢？已经挂到闲鱼上了，朋友们。哎，就是那个神奇的闲鱼，朋友们。就是设备，就是因为我换新的了嘛，以前的旧的那个麦克风啊什么东西就挂到闲鱼上就出售了，啊。陪我把这风景都看遍，为你写起。哎，对了，那个闲鱼那个代言人是谁来着？是我们这个行业是谁来着？我忘了是谁，闲鱼谁代言的了啊？我忘了那个代言人谁来着？挺好的小伙儿。然后我看他这个打广告这一块，我就觉得闲鱼不错，我就挂上卖了。嗯。你的转身让我有失眠，为你写作业的风景笑得远，其实的人轻声道歉，可你白头的那一场雪。我不爱无聊人间。歌词呢？要求真高，对我的直播现在就是有一种，要求很高，就是比如说我直播哪个地方做的不够好都不行啊，一定得歌词啊、歌名什么都得打出来。行，朋友们是这样的，我换了个麦克风，然后你们会觉得我说话的时候会清晰一些吗？你们有这个感受吗？两夜晚秋意满回首，此去几何，欲说还休。没感觉啊？没感觉也对，我之前那个麦克风也不便宜啊，我就是之前的麦克风也是挺好的一个麦克风，所以它可能在整个感觉上那个区别不大。有朋友说声音更低沉了，其实不是麦克风的原因，是宁哥老了。
人的年纪随着增长，这个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老气，不是更沉稳了声音，是因为真的是老了。好孩子，快扶爷爷过去坐下。只念一人共你白首，管他什么前程锦绣。有味道更喜欢，你也认老了，是不是谁能不服老朋友？行吧，这是新麦克风，我正好试试，我唱首歌，朋友们行不行？想不想听？朋友们，你们要不想听，我就不唱了。哦哟呀，没那么想听，不唱了啊！想听吗？听啊，行，那老朽我就给各位唱一首吧。唱一首什么呢？来一首这个行吗，朋友们？哎呦，我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哎，这样呢，好像好点了，不知道，试一下啊。流浪的人心中自由，他说有路就是漂泊，伟大不都来自平庸。很久很久以后，总该要留下些什么，经过一番爱不释手，勾勒一幅名叫寂寞在夜空。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冷漠，遗憾终究化成梦，是我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温柔，每分每秒牵的我，感动我伤痛，直到最真的笑容报以珍重。真心失落，总归好过假装快乐。经过一番爱不释手，勾勒一幅名叫寂寞在夜空。于是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冷漠，遗憾终究化成梦，是我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
原谅这世界的冷漠，遗憾终究化成梦，失落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温柔。每分每秒前的我，感动我伤痛，直到最真的笑容报以珍重。哦 ，sorry， 我说的吗？来，重来一下啊！正好我录一下，我听一下。我刚才有个东西没关，我把这个东西关一下。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冷漠。来，我重新再唱一段啊，让我试麦克风。星星在这世界的冷漠，遗憾终究化成梦，失落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星星在点头，月亮跟着走，这世界的温柔，每分每秒前的我，感动我伤痛，直到最真的笑容报以珍重。星星在点头，月亮跟着走，原谅这世界的温柔，遗憾终究化成梦，失落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温柔，每分每秒前的我，感动我伤痛，直到最真的笑容报以珍重。遗憾终究化成梦，失落写成歌，让我的笑容报以珍重。星星在点头，月亮跟着走，原谅这世界的温柔，遗憾终究化成梦，失落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温柔，每分每秒前的我，感动我伤痛，直到最真的笑容报以珍重。还行，好像还可以吧，是吧？好像还可以，没事啊。对，我就试试这个麦克风怎么样，因为我可能是因为这一阵儿我还在调这个东西啊。最近还是在调。如果你觉得我说话声音太小了，你就我这么调一下啊。OK， 你觉得我说话声音太小了，你就稍微把那个手机声音大点啊，或者找一个稍微安静的点的地方，应该是没问题的啊。有朋友说老大都听哭了，你犯不上，不用啊。
小朋友，宁哥你是不是瘦了？我不知道，我好像瘦了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直就都这样。可能有的时候你看我的时候有点肿吧，没瘦啊。对，最近有稍微控制一下体重，然后那个稍微控制一下那个自己的体重，因为过两天要录综艺了嘛，马上就又开始音乐原计划了，朋友们。山月沉云泥沼，乱影树影寥寥，夜色无声却相邀。但是人中华人心为惧，迢迢天地皆华凌雨风如。有朋友说你脸变尖尖的了，难道我要被人发现我是女人的这件事了吗？我混了这个行业，我都不能说混行业吧，我在丹东也长了这么大了，在这个社会上也混了30多年了，终于在这一刻被人揭穿了，原来我是女人。这件事儿哪怕他写成故事拍成剧都很离谱。你说每个艺人都有一些泥塑粉，这我是去做过研究的。什么叫泥塑粉呢？就是把这个自己喜欢的 idol， 比如说他是个男的，把他在心里形容成女的。哦，这个大家都在场，各位可能有一些朋友是我我的一些老粉丝，比如说他那个时候刚踏入这个行业，不是刚踏入，你们也是刚踏入这个行业。你们刚踏入这个圈子，对这个圈子不太了解，但是因为他们可能也不玩微博，也不玩这个饭圈这些东西，但是你们跟我混了这几年，我相信这些话术你们也是略微有些涉猎了。泥塑粉嘛，啊，他们起码呢，他们就是他喜欢把你泥塑成一个女的，但是他其实心里透明镜，你就是个老爷们儿。但是有一帮精神病。这帮精神病呢，他是真的相信你是女的，你都赶不上那些泥塑粉。我都不是说拉踩啊，跟那个拉踩没什么关系，你都赶不上他们，你都你纯精神病，你纯。可是有大千生死肉一分莫长把何处归去我未到，若长夜困我心灰雨如天晴难摧骨中傲，生死未兆气归下。有朋友说你到底哪里像女的呀？朋友们，我刚才好像有病，我真的在想，我有哪像女的？我真的在想，这么傻的问题，我竟然在思考，怪我。有朋友说哪里都不像，但是不都说那个，咱朋友们是这样的，不都说，就比如说女生男相，男生女相。就比如像一些很好看的那种男生，其实他有点女相，就是有点像女的，所以他长得很好看啊。都说有朋友说宁哥你哪一点像女的，说明我长得一般，好像真的不是太好看。神云际，你又不像女的，我确实不太像。因为之前有一些软件啊，比如说那种软件就是有一些特效啊，那个软件你给自己拍张照之后，他就给你处理说说你穿越到古代是什么样的美女。有那种软件，我不知道你们玩没玩过。然后呢，不是那种软件，是那种特效，我不知道你们玩没玩过。然后呢，我之前有一次无意当中，我就想试试，我就好玩嘛，我就是穿越到古代是怎样的一个美女，结果他直接就是造完之后给我马上就变成一个那个穿的古装的那种美女，不是美女啊，古装那种女性的一个图片。我看完之后我就在想说，
刘玉宁啊，你以后生姑娘可千万不能长得像你呀，这不完了吗？啊！我听窗里大叶声，何妨吟啸千溪行。若长夜困我心。有朋友说：“宁哥，演唱会给我留张票。”你怎么那么社会？你怎么那么社会？在我直播间呼喊，就让我给你留张票，我欠你的。有朋友说：“但是女儿大部分随爸爸，那不完了吗？”他就是比如说，完了。生死未朝夕归相依，输赢凭谁料？若如去这独行，执子这险行风波看今宵。三两之交与天共饮。单眼皮可能随了，我小内双，我小内双。而且现在医疗手段那么的这个发达，就是我以后要有姑娘的话，我肯定就是给她去埋个线。这是我觉得这是注定的了，我的姑娘一定得埋个线。你说拉不拉双眼皮那动刀动枪的我不一定，但是埋线是保底了已经。胸口之间沸腾着的火海，让你铠甲并肩穿过阴霾。朋友们，这首歌叫做《独爱》啊，也是这个《雨尽长安》的一里边的一个插曲啊。对，所以说最近如果没什么戏看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个《雨尽长安》。我之前好像也跟他说过了啊，跟你们说过了啊，可以去看看朋友们啊。长夜澎湃，被爱或不该，我心只有你明白。背着上次一度爱，为你燃烧的姿态，敷衍祸害，铁名交代，某夜我不曾更改，宿命揭开，为你独爱，一切为期不放开。有朋友说，东北人是不是对双眼皮都有这个对双眼皮那个都情有独钟，有什么执念没有啊？我不知道。好像也不是说只有东北人吧。现在你这走在路上，你能看到几个单眼皮的人？很少。咱不是说那个没有啊。比如说你现在打个比方，你明天啊，打个比方，你明天上班也好，或者上学也罢，你去数一数，你们班是双眼皮多还是单眼皮多？啊，当然上学可能是差一点，就是你就工作。你的工作场合，你去数一数你身边的同事，双眼皮多还是单眼皮多？有朋友说我单眼皮，我双眼皮。这样，单眼皮的在公屏打1，双眼皮的打2，我看看哪个多来。咱看看那个数字哪个，就是咱这个就不用瞎扣了啊。你是单眼皮你就扣1，你双眼皮就扣2，双数。有朋友说宁哥我一单一双怎么办？一单一双扣3，就是1加1大于2的感觉。你看，总体来看还是2多嘛，对吧？总体来看2多一些。将你的名字镌刻在我心海，当机会常为你创个年代，我只为你存在。内双怎么办？也算双吗？4眼皮呢？4眼皮扣4呗。你都是把数字说出来了，你不知道扣几在那儿？四眼皮扣4。有朋友，那我多眼皮怎么办？你有几层？你就去照镜子数完你就扣那个数字就行了。有朋友扣11，互单互双的。老妹儿，你杠精吧你说啊？你杠精吧？你这样式儿，我跟你说，你以后啊，你踏入工作容易就是生存艰难。
就比如说你老板给到你一个项目，说哎，你把这个项目整一下啊，你把这个项目整一下，你当时你能给你老板整8个问题。第一说，老板这项目如果不干会对公司有什么影响？你老板跟你说一定得干，我们得靠它赚钱啊。那钱就那么重要吗？你是这种人，你就是这种人。故事里的爱在长夜澎湃，被掩护不开，我心只有你明白。背着生死一度爱，为你燃烧的姿态，不顾烟火海，一并交代，诺言我不曾更改，宿命揭开，为你独爱，一生为妻不放开。有朋友说宁哥，我想把你帽子扔了。刚有朋友说宁哥那个，我想把你帽子扔了。我发现是这样的，朋友们，我说句实话啊，我说句心里话，朋友们，我现在跟你们交心，接下来说的话就很交心，朋友们，交心就得来个交心的音乐。朋友们是这样的啊，我从2018年出道到今天，2025年。7年了，这7年其实你说长也长，说短它也不短。有很多朋友是从7年前甚至更早陪我走到今天。这一路其实有坎坷，当然也有成就感，有开心也有不开心，当然也有遇到好人也有遇到坏人，都挺好的。这些都是我的经历，我都觉得它让我飞速成长。但直到2025年，今年啊，今年播了2部剧。其实我这个人吧，不太信那些东西，其实不太信啊，什么东西就这个啊，不太信这些东西啊。但是问题是，今年挺顺的，其实啊，整体来说挺顺的。第一是啥呢？第一就是那个折腰播了嘛，对吧？折腰播完了，播了收视率很好，然后甚至在很多地方都收获了很多粉丝。第二呢，书卷一梦播的也非常的好，然后就是在某种角度上，我又就是一定是成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这件事办成了，我有成就感。当然我的粉丝也很给力，你们也很给力，就是在这个行业里给足了我面子，给我撑场面，给我撑腰，去帮我做所有的事儿。我就觉得这一年其实挺顺的。然后还有就是去录综艺嘛，你看录《天赐的声音》，我一共去6期，就是你知道吗？我其实去那个综艺之前，我们就会给自己定目标嘛。那个综艺的目标就是我有一首破百万收藏的歌，我就算成功了。这个综艺没白参加。但谁想到9万字还有座位，好像那个数据都不错。这行业看什么就看这个呀，歌手看什么？看收藏量，对吧？演员看什么？看平台给的那个限度，什么破万。今年这2件事，音乐上也好，影视上也好，其实我觉得都挺顺的，做的都挺成功的啊。我不敢说成功，但是我内心会告诉自己，我还行，我会有一些成就感。当那个东西达到了，我会有一些成就感。但这半年呢，确实也涨了，其实涨了挺多粉丝的。我能很体感的感觉到涨了很多粉丝，包括什么微博数据啊，包括我线下碰到的人呐，包括你们在直播间打的字啊，有些就是没大没小的。但我能感受到其实是收获了很多新粉丝，包括今年也在开演唱会，演唱会也挺成功。演唱会不能说很好，但是我觉得，你看就是我会通过一件事去验证这个东西啊。就有很多人，打个比方，我要开演唱会了，好多人托关系来要我的票，他在要票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谁，我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特别喜欢你啊，那个你给我们来张票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很直观的感受到一些更多人认识了我，然后
当然你整个粉丝的基数多了，他就有些不好控了。他就有些不好控了。但是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可以说一个最直观的，就是我前6年几乎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前6年几乎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因为其实我觉得艺人的这个手机号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能透露出去啊，但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前6年也当然有没有打电话呢也有，但是没有这1年那么频繁。就很讨厌，很讨厌，然后导致我现在那个卡我就直接不用了，我不用我自己名字的卡了，反正我有一个网就行了呗，现在有网就可以用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很讨厌这件事儿，就是没有朋友说私生什么的，我就觉得为什么呀？就是你是想给我打电话跟我聊会儿天吗？我肯定不能跟你聊啊，对吧？但是你那个骚扰我的那个行为就会让你很嗨嘛，如果你觉得嗨，那你继续嘛，但是我相信有一天等你长大了，你会觉得这件事很幼稚，而且很不好，很不礼貌，很不礼貌。有朋友讨厌私生，也没有什么，我觉得都一样，因为大家都是人。我会觉得大家都是人，有的时候，而且甚至我觉得我的粉丝是比较好的。就是我是跟他们彼此，我觉得我跟我的粉丝们，跟咱家人，跟你们是彼此尊重的。我们并不是说那种我一定要命令你怎么样，或者你一定从我身上要怎么样，就是非常的，就是我见过疯狂的粉丝，但是咱家疯狂的粉丝很少，非常之少，很好。但是近半年我有一个体感，就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去逛街啊，然后就会有一些，跟车也好，跟车的无所谓了，跟车呢就已经很正常的一件事了，已经这几年都有跟车的。比如我逛街，然后他可能通过什么方式知道我在哪儿逛街。打个比方，我去了一个地方，那可能，也不保守的说，这2年就是有点红，在国民度这块上升了，然后去买东西的时候，那个店员他就会认出你嘛，认出你他就偷偷拍你，然后就发各个平台嘛。然后有些朋友刷到了就问在哪儿，他们就来了。你说你来也好，你来可以到处通知朋友们，宁哥在哪儿逛街，走啊，快去看他。我逛个10分钟，我一转身，身后20多人跟着我。你说，然后呢？你跟着也就可以，但是问题是我那不是我家，当然我家你更不可能来了啊，那不是我家，那是公共场合，你一跟着我，路人就很好奇，谁那干嘛？谁那你们看谁呢？啊，明星哪个明星？我这个街就逛不了了。就像上次我去西安，我为什么逛街？我不是那么爱逛街，不是说我不是那么爱逛街，我没有说我到了一个城市我必须要逛街，不是的，因为我第2天我录综艺，我没衣服了，我没衣服了，那个衣服本来那件衣服我觉得不太好看，所以我想上街买件衣服去那个录综艺用，结果这家伙给我跟的这一群人20多号人啊，就跟。但有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我跟我的粉丝是有一种彼此尊重的感觉，你可以跟我，不是说你来了之后我就你给我走，离开，走开，我没有这样，我一定让你待一会儿，然后我会出去，而且我是我本人哦，我没有叫工作人员，我没有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事，但是我是很真诚的，我走到这些粉丝面前，我会说一声，我说那个不好意思，你们别跟我了，我逛一会儿，我买点东西啊，你们先撤啊，咱回头见，演唱会见或者怎么样见都可以。我真的是好声好气的，很尊重他们的跟他们说，我说各位别跟了啊，我都不会让工作人员去，我本人去哦。因为我觉得那是我朋友，我觉得我们起码不能称之为家人，有些人不能称之为家人，但是我起码我觉得我们是朋友，我们认识，我跟你好好说，你一定会尊重我，就像我同样尊重你一样。我会说我说那个别跟了，不好意思啊，别跟了，那个让我逛一会儿，我买东西，别让人围观，很难看的。我基本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这样，打个比方，我跟他说完话，他是这样，
我感受到了冷漠。你要干什么？你要当网红啊？你拍完你发，你是代拍，你要卖钱啊？跟我俩玩冷暴力，你很搞笑，你觉得你是吧？所以我从那一次，其实我在西安那一次，我其实挺难受的，你知道吗？不是挺难受，我心里就有一点不舒服。我的不舒服不是嫌弃各位，我想说的是，我不舒服是我已经2次走过去2次跟各位说，我说好了，差不多得了啊，看看得了。然后你该拍照了，刚才也拍了，你让我逛一会儿，我没有，当然我不会跟他们说，我说宁哥，明天我综艺我要买衣服。我没有说这个话，我就说我让我逛一会儿，买点东西啊，别跟了，谢谢了啊，谢谢，好了，撤吧啊！我觉得是能跟各位沟通的，结果no， 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也不能说玩物吧，我就觉得那一刻我就觉得我没有被尊重，当然我也不值得尊重啊，朋友们。一定的，因为我算什么呀，对吧？我跟他素不相识，我没有微信，他可以不尊重我，这是他的自由。但是我的心里会觉得我没有被尊重，所以我在想，那这样也好，那以后有人跟我逛街或者怎么样的话，我绝对不会再多说一句话了，我绝对不会跟他们再对一句话了，因为首先我知道没用，首先我知道没用，所以我不会再跟他们说话了。是这样的，我就很难受，我其实很难，就是那种不知道，因为大家都包括我很多艺人朋友看到我都夸我说，宁哥，我很佩服你。我说咋佩服我了？他说你家粉丝真好，你对粉丝的这个约束，你跟他们直播的沟通真好，这种是我们所有艺人都羡慕的。当时我还有点沾沾自喜呢。我说那你们也可以啊，你们也搞这个呗，你整呗。没事播一播，跟他们沟通，正确引导他们，让这个行业都别整的戾气那么重，天天就是骂来骂去，黑来黑去的，别搞这些。他们说也在思考这件事儿，人家夸我了。结果呢？当然我给自己也去分析为什么这样，就可能基数大了，然后很多。我的老粉丝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或者他真的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或者他跟我真的有那种情感在里面，或者他真的是尊重我。当然我也不是谴责新粉的意思啊，是有一些人确实我也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很喜欢你啊，他对你有热情啊，对吧？他对你有热情。你不能说宁哥，你当时你咋么你看你播电影的时候我们支持你了，我对你付出了，怎么我到上街你逛个街我跟的有问题吗？没问题。你以后所以我想表达的是，以后我只是我说出我内心的想法，你可以跟，你也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事儿，只要不要违法就可以。我管不了你，只要法律如果你违法了，一定有法律约束你，但是我不会再约束你任何了，你想做什么做什么，那是你的自由，这是你的自由啊。还有就是，我以前这一年因为我经常会去录音嘛，我会到录音棚录音，我基本啊我一周起码能去4回到5回录音棚，我录 OST 也好，录各种合作也好，或者录我自己的歌也好，或者我去做一点音乐相关的东西也好。以前那个录音棚呢，只有像那些营销号他们会去拍啊，比如说拍到我特别丑啊，拍到我抱个狗走来走去，那是人家的工作。但是我发现咱家粉丝也去那个录音棚门口，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粉丝啊，但他起码叫我宁哥吧，我就觉得那应该是粉丝。因为对于这个录音这件事呢，我其实也不能说专注吧，我看得挺重的。然后呢，
就是我每次一到门口，就有人举个手机就拍着你，你要干什么？你一拍完干嘛？你要干啥？然后去问人录音棚的人说：“哎，今天宁哥来吗？今天宁哥来吗？今天宁哥来不来？来不录音？”录音棚的人说：“啊，不知道。”一等一天。然后我也是个人好说好商量，我说别拍了，有啥拍的？我就出个门，你真的喜欢看我直播内容有的是，你上去看吧，我那都是我。所以我其实这一年过得其实不是过的啊，就发展的挺顺的，但是反而会让我有一些不开心。不开心不是矫情啊，只是说心里觉得有点不知道什么感觉，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那种感觉。有朋友说压力大，我反而我觉得压力小了。而且这一年我多少事儿啊！当然你随着你的所谓的流量也好，所谓的关注度也好，所谓的这个热度也好上来了之后，你必然会有一堆这个看你不顺眼的人给你造谣黑你。就是我不知道人性为什么可以险恶到这个程度，为什么可以坏到这个程度。首先是这样的啊，朋友们，以下这段话我在2019年已经说过一回了，今天是2025年9月6日，我再说一遍。首先，我的经纪人妞妞，人家自己，等一下，我把音乐关了。首先呢，我的经纪人妞妞，人家自己有老公 ，OK 吗？这是第一点，人家自己有老公。你们每次我从北京出发也好，到北京也好，开着车去接我的那个人就是她老公。你们不是很多朋友喜欢去机场看我吗？那个男人你一定见过，那个人就是她老公，人家结婚10几年了。人家结婚10几年，他不在我团队工作，但是一直每天都帮我，包括刚才还在问我吃没吃饭，人家妞妞老公。我经纪人她老公刚才问我吃没吃饭，我说我没吃哥，给我闪送他爸妈做的东西给我送来。我每次从北京出去干活，戴米去哪儿？送到就是我经纪人她老公，我叫他秋哥啊，送到秋哥的他爸妈家给我看着戴米。我出门干活回来，秋哥把戴米给我送回来。以前也有一群人在造谣我跟我经纪人有点什么事儿，可以啊，因为那个时候小范围的，我都不，因为这个东西我已经在2019年解释过了，但没想到今年突然开始愈演愈烈了，连故事都编出来了，编得特别恶心，就是你知道这种感觉就让我感觉很恶心，你知道吗？人家老公对我那么好，然后你们在这给造谣人图片各种故事给编的，然后离谱的东西编完之后发到网上，而且讨论那么高，而且还真的有人信。你让我怎么做人？朋友们，你就告诉我你让我怎么做人？就简直就是恶心至极，恶心至极。人家我就说句，就是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人家老公爸妈也玩网络，人虽然年纪大，但是都是知识分子，人家没事也刷网络。
你说到时候刷到这些东西，你让他们老头老太太怎么想？你让人家人怎么想？我是明星，你骂我、黑我、说我丑、说我啥都可以，但人家还有过日子，人家要生活，人家要过日子，人有父母，你有父母，你是素人，天天说艺人网暴素人，什么艺人网暴素人，你咋你不网暴素人啊？别有一天网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在那哭了。有朋友说告黑吧，不着急，好不好？不着急，我这人就不喜欢在前面去威胁任何人，我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去说那话。我这次真的很生气，因为如果是小来小去，你在那传点我的这个谣言也好，或者怎么样，你自己去狂嗨，你或者是因为通过这个你要获得利益可以，但你做的是损人不利己的事儿。我这一次。你等着。So tired of the straight line, and everywhere you turn, there's vultures and thieves at your back. Storm keeps on twisting.Keep on building the lies that you make up for all that you lack. It don't make no difference. Escape one last. 所以我刚才以上说的所有的话，我再给他总结一下，就是首先，第一，我希望哪怕我的老粉丝也好，我的新粉丝也好，不要去关注我任何的身边的工作人员，你是粉我的，你不是粉我工作人员的，这是第一。第二，不要再造谣了。我的经纪人团队，我的经纪人妞妞，我团队的人，她有老公，就是你们造谣那个人，她有老公，人家结婚了，好吗？我希望这个话题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给我说了。如果有人再说我刚才这个直播有回放，你们可以把这个回放发给他看。好吗？太恶心了，朋友们。It's easier to believe in this sweet madness, all this glorious sadness brings me to my knees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dark, cold hotel room, 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ar. You are pulled from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here. 有朋友老大，我们打字要累死了。那你觉得累，别打字，你休息一会儿呗。我要你给我凑人数啊。我让你这种起哄有点像群演那种啊，打死他，打死他，这种人好可恶，打死他，打死你！我让你不用啊，你休息一会儿。朋友们。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不是经期来了，朋友们啊，是我隔壁真的打起来了，啊，我去，朋友们，我去看一眼，你们等我一下，我这新电脑没有 VCR， 所以呢，我找一首我的歌曲的 MV 给大家看一眼。
啊，找一个我歌曲的 MV，哪个 MV 是我自己啊？放一首以前的吧。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高清不行，我必须给调成蓝光的。也曾想过，若真遇见，从头听一下。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他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了，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他比我还重要。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
是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帮不了。若不想问，若不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留在街角。回来了，朋友们，回来了啊。那个，等一下啊，调一下。OK。哦，刚才我知道不什么军猴龟，不用，没事儿啊，没事儿。那个啥，那个我刚才去隔壁看了一下，不是那个打起来了。隔壁在那看《雨尽长安》呢，主要你当时那个 BGM 当时哐哐一放，我就以为打起来呢，结果没动手啊，我误会。胸口之间沸腾着的火海，让你铠甲并肩穿过阴霾，撕开命运灰暗的痛快，宇宙的黑白，我永恒的存在。某一瞬，这一生，超越生死的未来，葬于心，葬于魂，或者只为你存在。骨血里的爱在长夜旁白，被烟火覆盖，我心只有你明白。背着生死一度爱，为你燃烧的姿态，不言火海，铁定交代，梦魇我不曾更改。宿命解开，为你独爱，一切为期不放开。穿过黑暗的地带，我的信念。有朋友说，我就知道你能整这个死出。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近半年，总有一些没大没小的人跟我，你谁给你的勇气跟我这么说话的？啊？别说我是不是艺人，是不是明星，你走路遇到个人，然后你也敢跟他这么说话吗？什么叫死出？我哪出是死了，哪出死哪出啊？你现在跟我唠嗑，跟咱俩在炕上把腿一盘那种范儿一样。你好像是你好像在这个你一出门一拐，在你家村口那个大树底下遇到了我，咱俩就是哐哐在那就是嗑着瓜子来的聊闲天，说你瞅你这死出，你这啥？我哪死出啊？啊，朋友们。不被凡事打败，生死相。有朋友说你整这活粗，死不行整活粗，你看你的活粗。不顺口，朋友们。有朋友说地球，咱朋友们，接下来聊点这个好玩的事儿，或者是你们开心的事儿啊。那个有朋友说那个地球超新鲜还有第2季吗？第1季没播完呢。你先把第1季看完好不好？半个年代，我只为你存在。人生一生，超越生死的未来，藏于心，藏于魂，或者只为你存在。骨血里的爱在长夜澎湃，被烟火覆盖，我心只有你。有朋友宁哥男的女的？我告诉你啊，我要不是艺人，我刚才就接一句脏话了。我告诉你，一句河南话。你仔细想是什么？你问我男的女的，我想回你4个字儿，河南话，你自己想。明白。背着生死一度爱，为你燃烧的姿态，不言火海，一并交代，诺言我不曾更改。宿命解开，为你独爱，一切为期不放开。穿过黑暗的地带，我的
看有朋友已经打出来了，你们给我心灵相通。有朋友说，我4个字回你。有朋友说我是武王。好的，刚那个人问我你男女的，我的回答是我是武王。认识你的眼，我沿着过去到未来，找回我和你的现在，收拾我的心，蔓延成你的烟火海，我依然在这里守着你。哎，我这小1年啊，我快1年没进组了嘛。我这小1年那个啥，那个回来做歌手，我也觉得蛮开心的啊。录了个旅行综艺，然后马上我那个音乐原计划好像十几号，16、17号开始录了吧，啊，然后又录了个天赐，都是音综嘛，然后就搞了一些歌，然后最近也在研究一些歌啥的，就很开心啊。刚才那个昨天那个银河快递还给我发了一首歌。之前我录那个综艺的时候，我就跟那个银河快递说，我说你帮我有空帮你宁哥写首歌呗。拜托了，我很卑微嘛。我说帮我写首歌呗，谢谢了。然后人家还挺用心的，就是有一些什么歌就昨天发了一个给我，还挺好的，我还挺喜欢的。包括上次认识那个门尼，然后他刚才我就直播之前给我发了几首歌，他最近写的给我。然后我说好了，感谢那个我晚点听，因为我说我一会儿我要直播，我的粉丝很重要。我说我的粉丝很重要，你给我等一会儿。你的音乐在后面给我排队，没开玩笑，没有那么说啊，我就是意思，我说谢谢，我在干活，那个我在干活，那个晚点听哈，感谢啊。有人说感动，哭了，真感动，听哭了啊！有朋友说我们一块听听呗，你有没有点版权意识，朋友？我当时人给我发了 demo， 我哐在直播里给你放了，你想甚呢？你在那儿啊？有朋友，你不是家人吗？我是你家人，但是咱们再家人，我也得尊重人家的这个劳动成果呀，啊。有朋友，宁哥多跳舞，我们爱看，你们爱看，我不爱跳，爱看，有朋友说宁哥你变帅了吧？你看这种人聊天多招人稀罕啊！这种人聊天你说你这多好听！你说跟你说这样人都能成大器啊！别张口闭嘴，你别张嘴闭嘴跟别人说，你看你那死出！你像这种人就不爱跟你聊天。老大最近盘什么串儿？啥都盘啊！最近主要盘凤眼啊，主要是盘凤眼。我没理由伤悲，你爱的那么纯粹，都是我自以为。你这死猪不是死猪，是死畜。你普通话那么差吗？你说普通话那么差，我的普通话都多标准了，你还听不懂，你还听不清楚。弄错了想追寻的方位，忘记你离开有多久，有没有朋友说酸枣核，你也可以盘酸枣核啊，挺好的。现在酸枣核都很小的那种的，可以的啊。你要喜欢的话，你可以买酸枣核去盘一盘，去玩一玩啥的，都挺好的啊。
有人会为你停留，和你在一起世界是鲜艳的色彩。他们说我好了起来，怎么我世界变得黑白？把不盘的送我，想得美。珍藏的照片舍不得删掉，时间和地。以前是什么呢？以前确实不太敢推荐让大家去。哦，对，刚才咱家那个管理跟我说那个我坐的太靠这面了，所以这个地方是字幕是吧？很多人用 Pad 看这个地方，用手机看这个是字幕是吧？我往中间点站，往中间点坐，这样就不会挡到那个我的脸就不会被挡到了啊。我之前不太推荐那个什么，不太推荐这种串什么的，是因为我之前有那个饰品的合作，现在没有了，所以可以推荐一下。都已经模糊掉，离开原来没更好，怎么会变得那么糟糕？看我的眼神好像又失落了几分，是不是没？盘串其实挺好玩的，因为它也算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就是现在我手里总得有个东西在那儿，就是盘着，就是你手里就会很解压，然后也会帮助你思考。然后那个串呢，其实我只玩什么呢？只玩这种树籽类的啊。其实像那个什么树籽类的，木头我还玩的比较少，木头就前一阵买了点沉香什么的。然后那个主要玩树籽类的，为什么喜欢树籽呢？是因为它那个我可以看到它就是它的变化，你会很有成就感的。啊，你就慢慢盘它，你就给它盘的，就是那种玉化了、沁色了、变色了、盘红了，这种就很有那个成就感啊，很有成就感的。有朋友说：“宁哥，你今天美颜好重，我是长得有多丑吗？”啊，刚才那个说我美颜好重那个朋友，这样我一会儿呢把我的这个家庭住址发你，你一会儿上我家敲门，你当面来看我一眼，好不好？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不上镜。有朋友朱砂能盘吗？朱砂不要盘，尽量啊，就是带着就好了。啊，朱砂就是那个不要盘它啊，因为就它本身是有毒的啊，它本身是有毒的啊，所以不要去盘它，就是带着就好了。但基本上你纯朱砂的话，它是成不了那个珠子的，它得加别的东西，然后把它压成珠子啊，它是添加了别的东西的啊。沉香可以盘吗？沉香也不要盘它啊，沉香就带就好了，因为沉香是一个你主要是要闻它的香味嘛。如果你通过盘玩，你把这个沉香搞得包浆了，它包浆之后，它那个毛孔不往外透气了。它就那个它就不是沉香了嘛，它就你所有的香味什么就不会渗出来了，把毛孔都封死了，所以就是沉香尽量不要去盘啊，就带着就好了啊。小叶紫檀能盘吗？小叶紫檀可以盘的啊，但那玩意儿就是基本可以盘，看你干嘛用，你比如说盘着玩啊，你可以盘，就是但是也其实也不太需要盘，因为那个东西。它车完之后，它整个就很光滑，而且呢，它的颜色就是比较偏深的，啊，你可能你再戴久了或者盘久了，它就会有一些沁进去那种的。但那个小叶紫檀有点掉色啊，你盘多了手上掉色儿，啊，因为小叶紫檀在以前古代就是作为染料来用的啊，它的颜色，所以染布什么的就用小叶紫檀里边那个色素，所以它会掉色儿。你不有很多朋友盘小叶紫檀，戴手套盘。盘完之后，那手套都红了啊，就是它属于掉色，它这东西。有朋友菩提能盘吗？菩提分很多种，你说哪种菩提？金刚菩提啊，那个星月菩提、凤眼菩提啊，还有现在叫龙脊菩提，很多种东西，你都是分哪种啊？有朋友帅哥蓝水可以盘吗？你说的是翡翠是吧？这个我不懂啊，就是带像翡翠你盘它干嘛？盘，不用盘哦，带着就行了啊。绿松石可以盘啊，绿松石还真的可以盘。绿松石，因为比如说你新的绿松石，你通过你的盘玩和佩戴，
它会变色，它会浸进去油和汗，然后它会变色，它会变得更深。但是呢，通常绿松石盘容易盘花，啊，因为它每块石头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它可能你盘久了，那个绿松石是会花的，啊，对。绿檀的哥，檀木这些东西都是，反正沾檀的这种东西都不用去盘它，因为像这种檀木，它主要你要闻的它身上那个香味儿。这种木头呢，你盘久了，它那个毛孔全闭死了，你就闻不到那个香味儿了啊。所以檀木类的尽量不要盘，就佩戴就好了。佩戴它就会让你就是闻到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些神清气爽，或者是那种心情愉悦，让你很静下心来。它都是这种的啊。盘的就树籽的盘一盘，然后核桃盘一盘这种的，其他的就是不用盘啊。这是古玩，这是古玩，不是古玩，是文玩博主。对，大家好，我是一位文玩博主，刚入门的一个，刚刚开启的一个文玩博主啊。大家有什么这个树籽类的东西想要跟我讨论的，可以讨论一下啊。有没有葫芦呢？盘不盘？葫芦呢？其实盘呢，盘葫芦其实很没有成就感的啊，因为盘葫芦那个东西，它基本是变色非常之慢的，就是葫芦是盘的变色最慢的一个，也不是最慢，就非常非常慢。葫芦怎么让它变色快呢？朋友们，就是让它更加的有岁月感。晒，你放到你家那个院子里或者窗台上，你去晒它啊，那个晒的那个变色的速度要比盘快多了。盘最多就是让它表面的光滑，就因为其实盘就是让它等于打磨嘛，对吧？让它变得很光滑。但其实你让它变色快的话，你看盘成那种像那种紫红那种的，那就是得晒啊，得10年8年了，我估计啊，那个我确实不太懂啊。忘记你离开有多久，有没有人会为你停留？有朋友说文玩博主你好，石头可以盘吗？可以，万物皆可盘。你想盘啥盘啥，那是你的自由啊，只是说，和你在一起，世界是鲜艳的色彩。他们说我好了起来。有朋友说老大，新手推荐库克吗？这个当然推荐，因为那个东西很便宜啊，而且它变色也很快。它是，是库克是吗？哦对，哦是你说，对，它那个东西很便宜啊，可能几十块钱就一串啊，所以你那个东西，而且它的盘完的成就感是比较高的啊，你就可以整一整。但是我没玩过那个东西啊，我没买过。金丝楠木可以盘吗？那对，可以盘的，当然可以盘。金丝楠那是非常棒的一个东西啊，珍藏的照片舍不得删掉，时间和地点都已经模糊掉，我以为我会忘掉，怎么会变得那么糟糕？你看我的眼神好像又失落了几分，是不是没变成和你想象中一样的人？我知道怎么挽留，你还是会。有朋友说百香子算不算入门呢？百香子呢？百香子这个东西是我最开始玩的一个东西，我最开始盘就是盘百香子，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百香子到今天没有一条盘出来的，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不用盘，那个东西得戴啊，就每天挂脖子上戴啊，它就是你睡觉戴的，白天戴的。然后呢，问题是出汗大了也不行啊，没有汗也不行，它也不变色，它就是比较矛盾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又忍不住总想用手盘它，所以我就是百香子这个确实是到今天没有一条盘出来的啊。金刚有盘出来的，然后凤眼有盘出来的，但是百香子我一条都没盘出来，失落了气氛，是不是没变成和你想象中一样的人？可以开始是你说的，我是你眼里的星。18子要盘吗？可以盘，盘着玩，拿放在手里玩啊。但那种呢，基本都是
18子那个东西都是用各种那个数字拼的一个东西嘛，但是我相信啊，它每一颗子的这个品质都不是说非常好，当然都可以啊，因为它已经拼18子了，它就应该不会非常好，所以你盘着玩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什么不能盘的，你喜欢盘啥就盘啥。刚才我说那个沉香，你想盘你也可以盘，什么串好盘呢？我跟你说最好盘的啊。其实都挺好盘的啊，除了凤眼，只有凤眼是最难的啊。这个是尽量是不要去占这个东西，太难盘了。猴头盘得快啊，猴头可以，猴头也便宜啊。那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不了解猴头。然后不了解猴头，然后呢，那个他们就说猴头好盘，然后我就那个时候还在剧组拍戏呢，在剧组拍戏休息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然后我就休息的时候，我不拍我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哎，宁哥，你看这个直播间这个猴头怎么样？问我说我哪懂？我说你这样式，你叫他拿一条在直播间最好的，我也了解了解，我也了解猴头。他就然后那个主播就说，那个哦，这位大哥是要那个什么的是吧？要最贵的是吧？行，我把我们这个店里高货拿出来，咔拿一条猴头出来，一个猴头手串，说这是我们店高货，但是这个价位有点高啊，哥，你这预算多少？然后那个我说你跟他说，你就说你先告诉我多少钱吧，便宜就买，贵就不买了啊。他说这是我们店最高的货，这个是价钱比较高，这一条是68。我当时听完直接不想买了，就我觉得你最好的你给我卖68，告诉我价位有点高，我拿回来我觉得费手。那个直播间估计也不太靠谱，啊。你说老大，你玩核桃吗？送你。我不太喜欢玩核桃，其实，那个核桃我玩了一阵儿，但是我就觉得不知道，我不太喜欢。我喜欢玩一些小串儿什么的啊，108什么的，手持啥的都喜欢。但是核桃也没少买啊，我都买啊，都买。有时候68万不是68块啊，68块钱啊，68块钱，他可没有68万，没有，猴头卖不到68万啊。文玩当中能就是素子类的，我估计能卖到68万的就是凤眼了啊。有老大，你是不是美颜开大了？没有啊，没咋开美颜哦，我就是把那个磨皮开了一点，然后没开啊，没开磨皮开了一点，为你写几页诗篇，几行誓言，几个长夜，几次相约，你的转身让我有信念。行吧，哪天因为这个我的直播间里很多人可能是不太喜欢盘串这个东西，我跟他们聊这个话题，他们不感兴趣，那个我就差不多，换个别的聊，想要牵住你的左手，却红了脸，想要搂紧你的左肩，却又胆怯，陪你走到废话的街，如何能？宁哥今年还进组吗？我不知道，也朋友们，咱家朋友也不用去猜测我进不进组了，我就是我现在就是觉得，我不想拍的我就不拍了啊，就是不想拍的我就不拍了，而且现在做歌手这一块我也得稍微钻研一下，所以说当然遇到好的剧本我就去了啊，那个对也没有必要硬拍了现在啊。那不是虚谁，原来我太奔放听不见，我不爱无聊人间，只偏爱你眉眼，如果你也有时间陪我把这风景都看遍。有朋友10块钱买的串能玩吗？没有不能玩的，只是说啥呢？因为
买手串也好，什么东西也好，买任何东西都好，就是多便宜的也能用，贵的也能用啊。但最重要是别上当受骗，这是很重要的。你说多少钱能不能玩？你说，哎，说宁哥这个10块钱手串能玩吗？只要它品质好，你别说10块钱，别人送你的也能玩，也能玩。但是尽量你得知道这个东西是好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一个手串它会陪伴你很久的，它也许是1年、半年、2年、3年、4年，甚至10年，所以它是一个可以陪伴你很久的一个人，一个东西。所以呢，你到了10年之后，你觉得，哎，它是好像陪了这么久，它是这个你给它盘出来了之后，但结果它品质不是特别好，歪七扭八的。你可能心情也没那么美丽，而且你这10年也浪费了就是这种感觉啊。有朋友说给你100万，我想看看腹肌。我看我腹肌已经值100万了，朋友们，我真是就是我感觉你就是那种造谣的人，你说这个话太离谱了，有朋友说我出200万。我出500万，你们在这玩大富翁呢？张嘴闭嘴，咱们都是直播间聊的生意都是100万级别的，看眼腹肌，你们都是啥？你干嘛的？你说？有我1000万，你反正就是吹牛不犯法这件事儿，你就吹吧，你就是刚有朋友问的话题说，那个地球超新鲜还有第2季吗？应该是有啊，应该是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季播的挺好的，播的很好，播的挺不错，所以呢，基本播的好的综艺呢，就是第2年都会有，都会有的。然后就看呗，到时候有的话就接着支持呗，为你写几页诗篇，几行誓言，几个长夜，几次想念，你的转身让我有失眠。有朋友说宁哥康乃馨6.0什么时候？我就想说把上海演唱会搞完之后，把上海演唱会给搞完，然后6.0搞一下。不着急，因为我要最近把一些精力留给上海这场，因为上海去的人比较多，也不是去的人比较多，就是希望一场比一场好嘛。而且上海场我做了一些小小的惊喜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到时候就会跟上一场有一些不一样了啊，会有一些不一样了。罐头笑声变了，因为我今天所有改的是一个新的一个设备，所以有一点变化。有朋友刚刚说唱个歌听，行，给你唱个歌听。有朋友，你那天我不是在那哪儿，在那个东方风云榜上后台碰到汪苏泷了吗？我看好多网上在那猜测说你俩聊什么，我俩当时聊了很多，但是我都忘了。但是我最后好像我记得一件事，就是他最后说了一句是啥呢？说了我聊啥其实都忘了啊，都是那种估计都是一些那种非常客套的话，比如说哎你好瘦啊最近你瘦成这样了，是我健身，你健身吗？我不怎么健身你也很瘦，哎呀就很帅最近我一般帅没有你帅，你现在最近很帅是我很帅，估计都是这种的，但是这种的我都不记得，那些都是属于就是那种就是无意义的话，但是我记住了一句，
就是我当时聊了一个话题，是我好像唱啥歌，我说别人就是来告我，要跟我要版权，我说我就直播哼哼两句，他也要告我。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记得，他说我的歌你随便唱。他跟我说，他说我的歌你随便唱，你唱。我说，哦，是吗？我说我以前唱过。他说我知道，我刷到过。行吧。两夜晚秋意满回首，此去几何，一树还休。只念一人共你白首，管他什么前程锦绣。有朋友唱《撞地球》，《撞地球》那个歌我还真的觉得挺好的，挺喜欢的。就是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就是你喜欢最重要，无论它是什么，你喜欢最重要。我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很好玩，因为我觉得里边有个歌词很好，就是小猫小狗煎饼果子，亲人和朋友爱我爱的所有，就是他能说小猫小狗这种的，我就很有画面啊。对，因为我养狗嘛，就是我也爱吃煎饼果子，所以这两句歌词非常打动我。然后于是乎呢，那个就跟那个公司聊了一个合作，我说我录一版发 O 不 OK？ 他们说 OK 啊，欢迎那个小宁，那个感谢，就是欢迎小宁喜欢我们的歌，就是那个发一版。对，我可能我这两天我去录一版自己的那个撞地球的版本，到时候会上线啊。不是时间一年只一天，只恨年不够千年，日夜为朝，日夜为报，余情未了，爱千年缠绕。若记忆不会苍老，何须轮回路走几遭？千年等待也不晚，若能重生。哎，我后面好像有个舞台，有可能会唱这个歌，朋友们啊。这样，我今天正好通过这个麦克风，我试一下好不好？我试试怎么样？我看我能不能唱。如果不能唱的话，那个舞台就把这个歌换了。我试试啊，这样，戴个墨镜，有朋友尴尬了，不细。这样就戴着墨镜比较有范儿，很有范儿，显得像一个这个歌手，然后还得把这个特效开开，我看这个特效是啥啊？等一下，朋友们，开哪个我选一个，这个，好，起范儿啊，范儿得起来。演唱你得有演，试试啊！帽子不搭，管。夜晚进入一门回首，此去
几何，欲说还休。执念一人共你白首，管他什么天车锦绣。无限神仙一念只一天，只恨人间不够千年。云雨微笑，情缘为报，余情未了，爱千年缠绕。若记忆不会苍老，何须轮回路走急躁。千年等待也不忘，若能重拾你的微笑。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你是来世心间的记号，未见分晓，怎么把你忘掉？不羡神仙执念只一天，只恨人间不够千年。云雨微笑，烟缘未报，余情未了，爱千年缠绕。若记忆不会苍老，何须轮回路走急躁。哪能重拾你的微笑？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你是来世胸前的记号，未见分晓，怎能把你忘掉？若不会苍老，何须轮回路走急躁？千年等待也不忘，若能重拾你的微笑。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你是来世胸前的记号，未见分晓，怎么把你忘掉？天若有情天已老，我将千年还明朝。夜晚进入一门回首，此去几何，欲说还休。执念一人共你白首，我听一下啊。管他什么天车锦绣。无限神仙一念只一天，只恨人间不够千年。云雨微笑，情缘未报，余情未了，爱千年缠绕。若记忆不会苍老，何须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你是来世胸前的记号，未见分晓，怎能把你忘掉？若记忆不会苍老，何须轮回路走急躁？
千年等待也不忘。不太好，没事，可以，我回头不行就再练一练啊。到时候有啥舞台我就给他唱了啊。应该是后面有个舞台要唱这个歌。这就有朋友说，这就是我练歌房，朋友们，我在直播的时候练的歌，到时候那个节目上就可以唱。我后面还有2个别的舞台，然后有一个是跟佩妮姐的，然后有一个是跟小七哥的就是我们当时最佳拍档还有与你走天下这2个组合在2025年重现江湖。哼。Back row of the drive-in show and the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听困了怎么办？听困了，怎么会困呢？这是怎么搞的？ The stars, king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 I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Casablanca, holding hands in the elephants and rings candlelit cafe, hiding the shadows from the spice. 有朋友说困了熬着，就不熬了吧，想去睡觉就睡觉嘛，对，想去睡觉就睡觉，困了朋友们就先去休息啊。但是朋友们，我跟各位说一下，等这几位朋友去睡觉之后，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一个娱乐圈最大的一个事件，所有人都不知道啊，所有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今天只限在我直播间能听到这个故事，绝了！这个事儿到今天谁也不敢说，真的。只有我今天我敢，你不都说刘以宁你不是活人吗？好，今天我说这个秘密，但是等那个朋友去睡觉之后，我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行，你休息吧啊，那个咱你困了就休息，别熬啊，熬的难受，快去吧啊，快，有朋友说你看那个死书。泼你脸上，真的是。有朋友说来粤语歌，粤语歌，粤语歌会太多了。粤语歌会太多了，朋友们，可能我一直说我是辽宁丹东人，但是从小我在广东长大，所以我的广东话是非常的标准的。我就是出生在辽宁丹东，但是其实我都是在广东长大的，所以我的广东话是非常的标准的。分分钟都盼望跟他
見面，我從來沒遇，分分鐘都很忙與他相見，在路上碰，晝夜路上幾天，輕快的更改飄上面。标不标准，朋友们？太标准了啊！真标准呐！很久很久以前，流浪的人心中自由。他说有朋友，你一直今天很多朋友一直在问我瘦是不是瘦了？没瘦啊，就一直就这样。然后，对，可能是因为你们太久没见到我了，然后觉得好像变样了，但是其实也没瘦啊，一样也是很，就是跟以前没什么区别啊。有朋友说讲小葵是吧？哦，是的，我那个啥东方风云榜上看到了嘛。然后当时我看到之后震惊了，我看好多咱家朋友带着那个向日葵，那个是好像小孩游泳那个东西啊，小孩游泳那个东西，再带着那个向日葵那个东西，就是还蛮可爱的。有路就是漂泊，感谢各位，当然有心了啊，然后也是给我惊喜，但是我看到之后，我也是有些震惊的啊，也就是很开心，很感动啊。很久很久以后，总该要留下些什么？经过一番爱不释舍，勾勒一幅名叫寂寞，再也哭。有朋友笑场了吗？你们该不会想让我蕊一下那天的舞台吧？没什么可蕊的哦，最主要是那天有点肿，所以我不太想再重新看到那个舞台了。因为那前几天我就疯狂的吃，我也忘了那天有节目了啊。一般就是像录什么综艺，我都提前2天开始减肥，其实也不是减肥，就是提前2天就是控制饮食，让自己吃的稍微干净一点，然后少吃一点，然后那天是怎么回事？就当时唱笑场了，都是我分心了。啊，那天我是看到现场很多咱家带着灯牌去的，然后看到很多朋友，我就当时脑子里在想事儿啊，就没有完全投入到那个音乐当中，我就在想事儿。然后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毕竟是专业歌手嘛，哪怕我内心有一些分心，我也依旧能够保持我的演唱正常发挥。然后呢，于是乎呢，但是我忘了那个就太松弛了，那天确实太松弛了，然后就是歌词看串了，所以歌词看串那一刻我就自己心虚了一下。不是，星星在点头，月亮跟着走，原谅这世界的冷漠，遗憾终究化成梦，失落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有朋友说咱家是来了一些张凌赫的粉丝吗？刚才要我说让我去找一下张凌赫，然后刚才又说宁哥你聊聊张凌赫呗，啥意思？你就是传说中当初这个行业里的叫做双单，还是说多单？你不仅单张凌赫，当然还单别人，是不是？几单你是啊？你下了几单？不是那个你单了几个啊？我不知道啊，但是看我直播在那里要聊张凌赫，就是聊，其实这个东西吧，我毕竟不像那些就是营销号那种直播，他可以去聊，但我聊呢，我跟你说有点就是现在其实还好啊，现在还好，以前我直播的时候，但凡提个艺人，说什么
说我蹭人热度，说不红倒是爱蹭，哪怕我提了一个艺人的名字，说我蹭人热度，啊，就是特别喜欢蹭人。但是后来我就基本就不聊其他艺人了啊，偶尔提提关系比较好的，然后就是还好，再加上最近可能是，也很少有人说我会蹭别人热度了，就是他们估计认为我在这个行业就是好像是也能够去作为一个提及别人或者是跟别人平起平坐的一个存在了，所以现在基本提别人是很少有人是说我，张凌赫，比如说让我聊聊张凌赫，你说打个比方啊，你就是你们想啊，你们换位思考，比如说你是刘宇宁，你坐在这个直播间麦克风前，有人问你说刘宇宁，你聊聊张凌赫呗，你觉得我能说啥？你觉得我能说什么？我能说，哎呀，那我能说任何不好的东西吗？当然人也没有不好啊，我只是说那个意思。所以我接下来只要你让我聊任何一个人，全部都是商业互吹的那一套，全都是客气的那一套啊。每分每秒前的我，敢怒或伤痛。或者是你比如说你的粉丝之间夸你家的这个偶像已经不满足了，你得让就是这个行业里的人再夸一夸，让我再夸一夸他是吗？OK， 没关系，他是我好朋友，我可以给他夸一夸。没有哦，刚刚有朋友跟我说要聊聊张凌赫是吧？张凌赫挺好的啊，因为我跟他也算是录那个开推认识的嘛。然后就是他，我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有点就是那种有点高冷啊，刚接触的时候有点高冷，不太说话。我就是感觉好像是看似不太愿意跟人接触，或者是不愿意跟人就是说太多的。结果呢，聊了聊，录了录，就发现他是一个就是很真诚、很单纯的一个人，然后也很快就成为朋友。而且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他非常聪明，逻辑思维非常强。因为我跟他都是我俩是一个星座嘛，吧？就是他是那个摩羯座，我也是摩羯座，所以我俩是比较有一些能够 get 对方的东西，所以我知道他的逻辑思维是很强的，所以就是包括相处下来2年录着都很开心，合作过程当中也很顺畅，包括每次录完了我们也在群里会有聊天，然后大家都很开心的。他也是一个可能年纪比我小一点，但是他就是那种很开朗、就是很有活力的那种存在，然后也对于工作上也非常敬业、非常认真，总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在剧组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东西，就很开心嘛，就很高兴认识他，他也是很好的一个人，就不错，朋友聊聊金靖啊，金靖就是也是我们其实之前都不太认识，也是因为录了开推之后认识了金靖，然后就是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心特别细的一个女孩，就是你看起来她是一个大大咧咧，然后没有这个顾忌啊，或者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受伤的一面，其实她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女孩，她是一个非常敏感脆弱，然后就是其实是你跟他成为朋友之后，你甚至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做人的方式和一些思维逻辑的。你真的是觉得你从他身上是能学到东西的，这个是真的啊，朋友们。就是而且相处下来就很真诚。然后他也是一个不太爱交朋友的人。然后但是我们能成为朋友，就说明我们的路子很对嘛。其实有一个点是特别，我觉得他跟我讲了一个道理就很棒啊。他当时给我讲完那个道理之后，我对他刮目相看，就是当然这个也分享给你们啊，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就闲聊天嘛，有的时候录完节目就聊天嘛，然后他就说谁怎么样，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啊，我说就是他提了一个这个人跟我不太熟嘛，但是我也认识，我就说他在大众的口碑里好像不是那么的好，我就问了他们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为什么你跟他能成为好朋友呢？当然我没有说贬低任何人的意思啊，我就说就是他跟我说他跟谁特别好，我说我跟他不太熟，但是呢我通过大众的一个评价去了解他，然后他是那样吗？其实我在问他嘛，我说他是那样吗？他给我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
他是不是那样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比如这杯水啊，不是广告啊，这杯水，他给我讲了个道理啊，他说比如这杯水，你在沙漠当中你渴到不行了，它对于你来说它是救命的良药，它是救命的水，你喝一口你才能活下来。但这杯水对于苍蝇来说，它掉进去苍蝇就死了，它对于苍蝇来说它是万丈深渊。所以它是什么其实不重要，是你把它当做什么，它的哪一面展现给你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本身这个水是什么意义呢？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对于在沙漠当中要渴死的人，它就是救命的良药，但它对于苍蝇来说，它就是万丈深渊。它可能对于我来说，一个不爱喝水的人，它也什么都不是。所以它本身是什么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它是什么。所以她说完之后，我觉得她是有一个大智慧的女孩，她很有大智慧。就比如说，这个人可能在别人眼里十恶不赦，或者是但不是说十恶不赦有点夸张了，就在别人眼里可能没那么好，但他就唯独对你好。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重要，因为他对你好，他就是你的朋友，他就是好人，就这个道理嘛。所以我觉得他说完之后我觉得我很有收获跟他聊天啊。对比较真心失落，总归好过假装快乐。经过一番爱不释手，过了一副名叫寂寞。有朋友说聊聊科语，聊聊科语，就是把开推的人都聊一遍是吧？没什么可聊的，就是都大家很熟了。很熟，我看我有时候刷到科语直播，还在想念我们大家。当然，我们都很想念彼此的哈，就是录开推的时候，我们都很想念彼此的。这个对，就都在期待说下一季一块儿，再有机会一块玩，大家都有时间，大家都有时间的话，在一块玩，就每年像一个聚会一样啊，就是熟悉的人再次相遇，再次一块录个节目，然后在那个节目当中又能玩得很开心，挺好的。于是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冷漠。遗憾终究化成梦，失落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温柔。伤痛直到最终的笑容报以珍重。有朋友帅哥往中间坐一点，好的美女可以吗？往中间坐一点啊，刚才应该是有点那个字幕有点挡了是吧？星星在点头。有朋友说香港来香港开演唱会，回头再说吧。我先把这一轮开完，先把这一轮开完之后再考虑啊。月亮跟着走，原谅这世界的冷漠，遗憾终究化成梦，失落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有朋友说为啥变单眼皮了？今天没贴双眼皮贴，所以是变单眼皮了。以后你要是想到双眼皮大点，你就贴双眼皮贴就好了啊。今天就是有
有朋友说宁哥有没有考虑跟谁谁谁合作？我看很多朋友问这个问题，说你想那个宁哥，我好希望你跟谁谁谁合作呀，你们一块拍个啥东西？这东西不是我能做决定的，然后我们演员其实能决定的事儿很少啊。当然我也快1年没进组了，我说我们演员有点心虚啊，快1年没进组，抠脚抠1年啊，多惨啊！这不让很多这个黑粉不嗨了吗？刘宇宁拉了，1年多没进组啊，就狂抠脚啊。是跟你们说实话，确实是就是那个没人找我拍戏了，确实。所以你们成功了，好不好？让你们开心。到一珍珠。有朋友说不进组更忙了，可不是。也没有啊，就是主要演唱会嘛，我就是如果进组的话，在开演唱会我的精力是完全不够的，2件事都做不好。就像去年，其实，在音乐人计划的时候，我就在组里嘛，就是我会觉得有点累的受不了啊，而且状态不是最好的，所以等不着急啊，也不能啥都干啊，而且演戏这一块就是今年已经播2部了，可以了啊，就是回来做做音乐，然后唱唱歌，走走舞台什么的也挺好的，因为我毕竟还有一些歌迷呢，我不仅有影迷，还有一堆歌迷朋友呢啊。有朋友说百灵鸟工具你聊一聊，就不聊太多了，他就是棒啊，那怎么办呢？就是厉害啊，朋友嘛就得捧他嘛，得必须的啊，因为人捧着我必须得捧着人的，就是朋友就是互相搀扶啊，不错啊。有朋友还有颜粉，有朋友打了一句说还有颜粉，嘻嘻。你正常说话不行吗？你后面加个嘻嘻笑什么？你有什么可笑的？是你心虚还是说你在调侃我？那有什么可嘻嘻的？我没明白啊！你正常说话好不好？别给我嘻嘻哈哈的，说这么严肃的话题给我嘻嘻哈哈的。你的转身让我有失眠，想要牵住你的左手却红了脸，想要搂紧你的左肩却又胆怯，陪你走到废话的街，如何能把故事续写？原谅我太笨，风情不切。我不爱无聊人间，只偏爱你眉眼。如果你也有时间，陪我把这风景都看遍，为你写几页诗篇，几行誓言，几个长夜几次。我今天怎么戴帽子了？没头发没造型，戴个帽子显得年轻一点。有朋友说我是墙头草啊，你的意思就是我演戏你就是我的影迷，我不演戏唱歌你是我歌迷，我直播的话你就是我的铁粉，是这意思吧？可以啊。你的转身让我有失眠，为你写作业。有朋友说去睡觉了，你去睡觉睡你的，不用告诉我，不用通知我，你要睡觉你自己在心里跟我打个招呼，你说宁哥我睡觉了，你这样打在公屏上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觉得我直播很无聊，看困了。你自己该睡觉你睡你的好不好？你们别再带节奏。虽然我这个形容可能不太恰当啊，你就有一些你这个节奏啊，虽然没有这么过分，但是我是同一个举动。我看到一个就是有一个专门黑我的黑粉，他干什么呢？他到各个地方发帖留言
说啥呢？说，哈哈哈，刘宇宁的粉丝说，《地球超新鲜》播的那么好，都是刘宇宁的功劳，你们怎么看？到各个地方去发一堆一排。刘宇宁粉丝说，地球超新鲜播得好，都是刘宇宁的功劳，全靠刘宇宁。首先，刘宇宁粉丝啥时候说过这句话？你哪个？你给我叫出来！而且他不是发一个地方，到处发，就是为了什么？引起这个其他人的反感。因为这个招数他用的很早啊，不用的很低价，很低廉。为什么？因为我刚出道的时候，我有一帮黑粉，你知道他们怎么黑我吗？他们玩的比你高级，他玩的是什么呢？说拿我跟谁比，朋友们？拿我跟刘德华比，跟刘德华老师比。说啥呢？说哎，那个刘宇宁才是天王巨星，像谁都不行。就他跟我对比，那帮人都是那种传奇性的人物，都你知道吗？就玩这种反串这种拉踩，你多吓人！我当时在想，这到底是认可我还是不认可我？什么意思？这是？到处在节奏嘛，就希望有两个人站出来吵我。当然，这个社会一定有一些就是那个认知非常低下的，而且没有任何判断力的人。比如他会说啊，刘宇宁粉丝真说过这句话，那刘宇宁太狂了，太装了，他是什么呀？他算什么呀？那还有那么多前辈在里边，他说他粉丝还吹上了，还说是他自己的功劳，肯定有人会上钩啊！这个世界是有这样的人呢，就是没有思考，没有逻辑，就是看到东西就是简单的认为那就是真的。只偏爱你眉眼。如果你还好，最近的互联网呢，大家分辨这个真假的东西能力还是有的啊，分辨真假能力还是有，但确实还有一些就是没法判断的啊，没法判断，那就是没关系啊，你就开心最重要。你想干嘛干嘛去。时间陪我把这风景都看遍，为你写几页诗篇，几行誓言，几个对，前面还有个造谣的更狠，说我，有2个孩子，说我有2个孩子，说朋友们你们根本不知道，其实刘宇宁已经生了2个孩子了，然后第3个孩子，因为是跟一个富婆生的，那个富婆基因不太好，然后那个孩子天生有些缺陷，然后呢，刘宇宁给那孩子整死了。话说出来，你是人吗你？我就想问你是人吗？你说的话啊？几次想念你的转身让我有失眠，为你写作业的风景笑得远，历史的日记上的钱，可你白头的那一有朋友啥玩意儿？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些，但是问题是你在我直播间，你听我亲口说出来，你可能会有自己的判断，因为如果是真的，刘宇宁估计不会说，但是问题是真有人信呢、真有人信。他现在他这个行为，他说我是这个，他现在已经说我是杀人犯了，这是有点过了。所以当然我这些都是在收集一些东西的时候，我看到这些言论，因为我收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看到好多这种离谱的东西，很离谱所以我就是觉得好好玩哦。我说的好玩是什么呢？我说的好玩是真的有人信哦。有人说刘宇宁，你觉得你帅你就摸脖子，不要叫我刘宇宁，显得那么疏远，
比我大就叫我小宁，比我小叫宁哥也行啊，好不好？有朋友说我看你直播，我妈以为我在跟什么男生聊天呢，偷的乐吧。什么？你偷乐吧。两夜晚秋意满回首，此去几何，欲说还休。只念一人。同岁叫啥？小宁呗，同岁就叫小宁呗，或者是小宁都行啊，都可以，就别整那么外道。刘宇宁，不要直呼我姓名啊！这两天是中元节要到了，不要喊我的名字，好不好？梦里白首，管他什么前程锦绣，不信是情一念只一天，只恨人间不够千年。云雨为笑，恩怨为报，余情未了，爱千年。有朋友今天就是中元节啊，是吧？到明天。若弃不会苍老，何须轮回无踪。有朋友说宁哥，我看你直播不自然的想开倍速，我太磨叽了是吧？你的意思刘宇宁这个直播太磨叽了，正常跟你交流聊天你已经听不下去，你得开倍速，你有多么的没有耐心啊！朋友们，看剧啊，真的不要开倍速，包括电影，包括剧，你开倍速，你整个心就是你，说明你这人很浮躁哦，你这人很浮躁，你能看懂啥？你能看到啥？正常的剧的话，他每个演员他的剪辑节奏都是根据演员的表演来，大部分啊，当然大部分也有不根据演员表演来的啊，就是你所有的演员的表演，他的每个停顿，每一个时长都代表着一些意义。他就是你真正你进入那个人物之后，你的每一个停顿都一个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他想表达的那一个人物的东西。你都开倍速了，你跟那个听故事会似的，那你能看到啥？你能看懂啥？连我的直播都想开倍速，你说你这人多没有耐心？祭灶，千年等待也不晚，若能重拾你的。有朋友书卷一梦自己开倍速，他是替你省略了一些东西吗？书卷一梦是替你省略了一些东西，就是他替你开了倍速。微笑，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有朋友我就很浮躁，一样我也很浮躁。都一样啊，我这人就很急性子，比如我想做什么事我就要立刻做，一定要立刻做，想买什么东西要立刻买，想吃什么立刻吃，就感觉好像就是不知道就是那种的，我想做什么事我就要立刻做，马上我想一个点子我立刻做，但是只要让我耽误了3天，这事我就不想做了，我就不想做了，我觉得没意思了。一切分享，怎么把你忘掉？那天朋友们是这样的，这个故事啊真的绝了。这样的啊，那天我不是买了这个新麦克风吗？新麦克风，然后呢，我整个买了一套新设备，这边也包括画放什么的，我可能不给大家介绍了，因为跟你们聊太深，你们不懂。不能跟你们聊太专业的东西，因为我也不懂，所以就没法从专业的角度聊，咱只能聊点闲天儿。有一天呢，不是有一天，就前2天，我就买了麦克风，买的画放，买的新的声卡，然后买的耳机，各种东西啊，我就准备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在做直播这一块儿，我要做到什么呢？
我要做到，虽然我的直播不是最好看的，但是我直播的设备是这个行业最好的。当然这只仅限艺人啊，艺人直播当中，我的设备一定要是最高级、最高端、最清晰，传输效果最好的，我要做到这一点啊，一定要做到百里挑一。于是乎，上网买各种设备，买完之后不会调，得什么呢？得上网去找调试声卡的人。我当时就打开了某 APP， 某 APP 红色的啊，红色的某 APP， 打开之后我在上面就搜调试声卡，各种找，一顿翻啊，终于找到一个看起来靠谱的人，然后呢，我就在里边去加人微信，不是加跟人聊天。聊天之后呢，聊，然后后来就是他就加上他微信了，啊，他加上微信，当然他不知道我是谁，他肯定不知道我谁，那个加微信了，加完微信之后，我加完之后，我就把那个我跟他的调成仅聊天，然后呢，我说你好，我需要调试声卡，他给我发了一张价格单过来，调一次人民币是收费600，一种效果是600，两种效果是900，能够媲美网上2000块钱调试的效果。我说可以啊。他哐给我发了一顿他这个调完效果的一些事例，我一听挺好，挺专业，我认可他。然后呢，我就说行啊，那你给我调呗。600块钱我能承受了，哪怕900我也不心疼这个钱。因为我要的就是我的设备要调到最好的效果，在直播的时候给我的这些家人们一些震撼。900块钱对我来说，让你们得到一个好的体验，完全不会有任何犹豫，壳都不带打的。于是乎，我说那你给我调呗，我调900的最高套餐 VIP 中 P。结果他说不好意思，这位顾客。因为我就是现在活太多了，只能排到6号，我6号才有时间给你调，我前面排满了。当时我就一生气，我真的想跟他说，我说我刘宇宁，哎，听没听说过我刘宇宁？你能不能先给我插个队给我调？听没听过？你是做号的，你也属于就是小半个网红，我以前也是网红，咱俩同行。你做网红，你没听过刘宇宁啊？大网红。我想说了，但是我没说，我寻思算了吧，我犯不上调个声卡给人报名号了，也不太犯得上，刷脸也没有用啊！一旦人跟我说你刷脸也得排队，我怎么办？多尴尬！我就说这样。我说那个，你给我调呗，我着急，因为我这人我就是设备全到了，我说我设备只要一到，我必须要给他调好，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说我设备都到了，然后呢，我就跟他撒了个谎，我说撒什么谎？我说我着急调，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麦克风啊，那个我得测试，我要不测试，这个麦克风过了7天可退了，就是如果说你不给我调，我不知道这个麦克风好坏呀，一旦它是坏的，我就退不了货了，因为过了7天可退了。他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排满了啊，不好意思。然后呢，我说这样，我给你加钱，动用超能力开始动用超能力。我说这样，我给你加钱行不行？他没回我，我就觉得少了还是什么？我说这样，我给你加200。优先预约嘛，就像咱们去 KTV 点歌一样，你虽然是后点的，但你点个优先预约，不能先给你弄嘛。我说我加钱嘛，我加200块钱，你给我弄。他说，他就打了个哈哈，我以为他能同意呢，结果人家很有底线，人说哈哈，不好意思，确实不行啊。我的意思，我就心想嫌少。但是如果再让我再加点钱，我心里就有点难受了，你知道吗？
因为它本身那个成本才900块钱，它整个调试包括整个东西建设才900块钱，我加200已经很多了。你要让我加400再加多的话，我就觉得我心里会有点难受。但是他这个拒绝我，我就觉得嫌少。我说这样，我再多加点，你给我调。但是我没说多钱啊。人家挺礼貌的，人家回了一句：“不好意思，兄弟，确实不能，因为人家顾客也是顾客，人排好了啊，人家排队都已经排好了。”我当时我就觉得，但是我理解人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心里很别扭。因为我之前找了好几个我认为很棒的，包括一些网上我找到了，我就因为我这声卡是个新的型号，然后我跟他问我啥声卡，我就把这个声卡发给他了，他说他不会调，目前只碰到这一个，我把声卡图片一发给他，他直接把声卡的型号名字给我发过来了，就说明他很那个什么，他很那个专业。然后呢，我想说，你知道吗？就别人不会调，这个问题只有他，就是我是一共问了3个人，前2个都不会调，就没调过这个声卡。我只问他，我就发了个图，他就把那个就是很专业嘛，看起来很专业嘛，我就觉得我就觉得他不给我调，没人给我调了，我就说那个调吧，他说真不行，兄弟，给我气的，我那个不是我气是气我自己，我是着急，我就很急，我就在家就是想这怎么办？那他加钱不行，难道让我再多加点吗？我不行，我心疼。我思考了半天，我想说，要不这样，我咬咬牙，我给他多加点吧。我加多少？我加900。你干我一个活挣2个活的钱，这样是不行。这样你高低该接了吧？但我没直说。但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我说你今天排了几个顾客？因为那天问他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说你明天排了几个顾客？他说我都排满了，排了3个还是几个了？排了3个还是5个？我忘了。我说这样，麻烦你一件事儿，你去联系那5个顾客，你跟他们说，你说有人想买你们的号，给你200块钱买你的号。就你们有没有去过那种就是路上那种网红那种餐厅，朋友们？啊，就有那种黄牛在那排队卖号，哎，就买，比如说排号，说比如说排2号、5号、8号、9号啊，9号坐的客人在吗？不在就下一位了。那个卖号的那个，我说这样代排，对，就是这玩意儿。我说，因为说句实话，调个声卡一般就是你打个比方，600、900嘛，900块钱调个声卡，我给他200之后，他可以往后排。啊，就等于他的就便宜了嘛。他比如说这900块钱调他挣200嘛，他就是打折了嘛。我说你帮我去问，帮我问这5位顾客，我去买他们的号。他说他打了个哈哈，他估计心里想这小伙这也能行。我脑袋转得嗷快，我说可以去，我说你去干黄牛，你去问。然后呢，他就问，他就没回我。第二天问，第2天回了，他回了一个说兄弟不好意思，我问了那几个顾客，那个他们都说。不同意，他们都不同意，就是那帮人也调声卡了嘛。我心想，我也估计他们不同意，为啥？一般调这个麦克风的啊，一般都是什么？朋友们，一般都是网红，跟我同行。网红会差你200块钱吗？朋友们？啊，干网红哪个网红跟你差200块钱？人家不差200块钱，能去调这个麦克风、调这个直播设备的，基本都是网红，否则他自己调这玩意儿干嘛？所以正常的一个网红他是不可能差200块钱的。所以我当时一咬牙，我说这样，你再帮我问一下兄弟，加500，500多，不少了。我说加500，帮我去问一下。结果他就不回我了。不回我就那天我就忙活一天，回来之后到下午了，我就给他发消息，微信给他发消息，我说那个什么，我说你好，你好老师，你给我问了吗？结果这小子恼了，这个小子就给我拿语音回的啊，就他烦了，你知道吗？他说行了兄弟，我跟你问了很多了，他真的是窜不了，行了，我不回你了，我行了，你别跟我说话了啊，你别说了，我就真的调不了，就是我不回了啊，你别说了啊，很烦躁，他跟我恼了。
当时我给我气的，我说我顾客，我还给你加钱，我直接转手给拉黑删除了，你不给我调，自有人给我调。最后呢？最后我找别人调的，找我朋友这专业的给我调的。只恨人间不够千年，云雨微笑，恩怨为报，余情未了，爱千年缠绕。太憋屈了，叫他给我黑了一顿。我都好好说的，我也没有说就是不礼貌或怎么样的，我就是争取，我就努力争取。我说哥们儿给我调，我着急用，兄弟我真着急，拜托了啊！就是给我黑了一顿，他不知道这是多大的网红。若记忆不会苍老，何惧轮回路走几遭。当然人也不差我这一单，我刚才讲的很多东西是以搞笑的方式去讲的，只是想说就是这个调制这个声卡有多么的波折啊！有朋友人家有原则没毛病，确实没毛病啊！但是我确实我就想讲这个故事的原因，就想告诉你们，我就是那种就是想到什么我要必须马上做的那种人，我就一定要达到。所以他不给我调，我直接去淘宝上去找了另外一个给我调啊，花挺贵，比他贵。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未见分晓。有朋友会不会是你黑粉？不怎么联想啥？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啊，他不知道我是谁，怎么把你忘掉？有朋友，你刚说叫你朋友调的，对，是因为这个整个程序安装是要那个什么，是要那个去找那个就是网上去淘宝里找人把我整个程序安装，但是真正所有的调试我人声的东西，那是需要找我朋友，就是我的录音师来给我调的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当然，今天我录音师昨天给我调完之后，还说那个刘老师，明天你直播吗？我要到你直播间听一听这个效果怎么样。然后他刚才估计听了一下，觉得不咋样，然后过两天再给我调一下啊，他再给我调一下，因为可能不太行。为什么我今天我就一直播就开始唱歌了嘛？唱歌就是想听听这个音质咋样，不行他过来再给我调啊。但是一个装软件，这个是调硬件的，两回事啊。会苍老，何去轮回路走几遭？千年等待也不忘，若能重拾你的微笑。微博不提醒你微博不提醒你，是因为你没有关注我吧？此时此刻在场的朋友，如果没有关注我的话，辛苦各位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啊，然后可以关注我不丢人，没事来那个啥，我直播的时候可以瞅一眼，谢谢各位的关注啊。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未见分晓，怎么把你忘掉？我将千年换明朝。特别关注啊，行，反正就是今天没事儿，反正都有回放，回头你去看嘛，啊，回放瞅一眼去。
没事儿，所以你要关注一下咱家那些，加一些咱家的一些粉丝群啥的，然后那个到时候一直播群里肯定都在说嘛，然后你看到了你就进来看我直播嘛，对吧？都是这种的，对，就有朋友说特别关注，有朋友说我是特别不关注，你是不是认为你很重要？你该不会觉得你很重要吧？落日坠入海的怀抱，生命焦虑中格外聒噪，你侧脸余温像美好，陷入你温柔的圈套。有朋友说宁哥你的粉丝群很难进的，怎么会难进呢？很多黑粉都进入了我的粉丝群了，他们都在里边，就有的时候我在里边发什么，就外边他们就发出去了。有些黑粉都能进去，你都没有黑粉专注吗？哦。跳是爱在发酵，呼吸频率快到爆，全身细胞在狂跳，这种感觉很微妙。只是舞也是浪漫，虚幻且代表喜欢，我词不达意的表白，包含真正喜感。我的是段恋爱年代，太多人盲目爱个大概。未成年人不让进啊！当然，一定就是群里，我的群里是未成年是不能进的，没事儿。等你那个好好学习，慢慢长大，然后那个到时候再进呗。等你这个成年了再进啊。爱都不明白，玫瑰在沙漠盛开，大雨别离会停下来，让海风吹走喧嚣。有朋友说我要拿200，谁给我一个粉丝群号，我要加进去。像你这种，你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防范意识。你竟然敢在这么光天化日的公屏上打上这种话，你的私信会有很多人去私聊你，以至于最后会发展到你的信用卡都容易被人盗掉。你敢在网络上这么扬言啊？你像贼人给你盯上了，你以为我这直播间里都是好人呐？我这里龙蛇混杂的，你以为都是我粉丝看我直播呀？很多犯罪分子都在这里面呢，估计。所以你小心点，别就网络这个地方一定要谨防上当受骗啊！还有就是朋友们，包括我演唱会，有人跟你说宁哥的演唱会我可以打折给你，或者是我原价出给你这种的，你不要买二手的票。一定不要买二手的票，这个很容易上当受骗的。他不仅是骗你一张票钱，他把你整个银行卡都给你刷没了，你懂吗？所以千万记住了，不要在网上去买，在这种平台里通过私聊的方式去买任何的演唱会票。不蓝的爱，满怀着心而来，我遇见很多人，却只想和你慢慢周旋，你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带走我的思念。如果你想进粉丝群，简单，你直接200块钱给我，我给你走后门。哎，我就跟咱们家管理说一声啊，跟微博的、跟真爱团这帮人，就是跟他们说一声啊，跟大鹏的商量商量。我说这我朋友啊，这给我那个走后门。是不是你这给我不就完了吗？200块钱我给你让你进群，结果咱家这帮管理跟我说，宁哥，我们这有规定，你的面子我又没有不给，应该不至于。想别人偏偏对你满怀热烈，到心动虚设的心跟你闯进永远了解，起风和小雨终于不了誓言，安全的收款码发过来。我跟你说，你们还真敢接我这个话啊！我刚才就说，我说你要是给我200块钱，我叫管理商量一下，给你走个后门加群。我跟你讲，搞不好这个谣言会出来什么，说加刘宇宁粉丝群要交给刘宇宁200块钱，都有可能，朋友们
啊。刘宇宁就是刘宇宁家想要粉刘宇宁的话，加粉丝群要给刘宇宁交200块钱。你搞不好都得有这样的话题。我哥包几点？我播一会儿，一会儿下来跟你们再唠会儿嗑啊。反正很久没播了，跟你们聊一会儿啊。落日坠入海的怀抱，上面焦虑中格外聒噪，你侧脸越像美好。然后宁哥，你嘴巴有点干，是我这2天嘴哐哐爆皮，我这中间这个嘴唇这里已经裂了。我买的唇膏已经在路上了啊。陷入你温柔的圈套，心跳是爱在发酵，呼吸。我宁哥，你嘴唇当中为什么有条线？是不跟你说干了吗？干裂了吗？刚说完啊，这已经中间这个地方已经裂了，都疼的不行都。频率快到爆，全身细胞在狂跳，这种感觉很微妙，只是无也是浪漫，视不见代表喜欢。我才不。今天周六，刚有朋友说宁哥今天直播真好，明天又当牛马。今天周六啊，明天周日啊，你可以那个什么，可以休息不是吗？大意的表白，包含真诚喜感，快餐式的恋爱年代，太多人把我爱给打开，谁都不明白。有朋友哥哥有朋友说哥哥你耳机真帅，这是老耳机了，一看你是新粉啊，之前用过，之前用过了这耳机。玫瑰在沙漠盛开，大雨别离会停下来，让海风吹走喧嚣，腐烂的爱，满怀中心。有朋友说我是没有双休的，我其实我也没有双休过，我长这么大没有双休过，除了上学的时候。我以前大家都知道我是做那个学厨师的嘛，在饭店干那个厨师，最开始干厨师，后来当服务员，然后后来又卖衣服当导购，基本是没有休息的啊。我们厨师是一个月只有1天休息，做厨师是很辛苦的。做厨师那个时候1个月就1天休息，然后要串休，就是而且是你想想饭店都是最忙的时候，就是你们放假的时候，比如尤其旅游季什么11啊，10月1号什么劳动节什么之类的，像这种的，我靠，这头发啊，然后是我也从来没有休过，包括卖衣服的时候也是，就是其实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就是节假日，所以从来没有休过双休。还不挣点吃饭？当然啊，没有挣点吃饭过，就是以前就是那种的，因为都是做服务行业的，尤其做服务行业的话，没有，不要讲什么双休啊，讲那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爱干不干啊，不干有的是人干，有人说你们河里摸鱼没有联系啊？有啊，连，不联系，从来不联系。我们都表面朋友，从来有什么可联系的？没有，我们有个群，然后没事在里边大家都聊聊天啥的，都说话啊，都还好，对。对，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那个工作嘛，就不是说像热火朝天的聊，但是就是几天都会发个消息，然后看到什么好玩的，比如说刷到对方有一些好玩的路透什么东西，都会发在群里，说可以啊，小伙儿，笑这么开心呢？对，就是这样的啊。然后还会调侃，就很开心，在里边分享一些，比如谁哪天拍什么帅气的照片、美丽的这个东西了，然后我们都发群里说，哎，就是那种看到了这个很好看啊，真不错啊。
宁哥看到山巴掌，看到山巴掌转场了吗？我看到几个啊，有几个还行，但有几个做的有一些做的有点恶心。有几个做的有点恶心，因为前面不知道是放的谁哪个男的的那个视频，后面我出来了，给我都吓一跳。有朋友下次蕊地球超新鲜也可以，搞一期我就去蕊一下，蕊点片段啥的也可以。但不，这个先河不能开。如果这个先河开了，我每一个综艺都得蕊，就不太好。流星划破夜晚的悄然。有朋友蕊你演过的，哎，怎么卡了？等一下。多少绚烂未完，前路未谈，怎忍心和你离散？可是鼠标没电了都。不会吧？不会吧？哦，有电。没有，我说我鼠标卡了，鼠标卡了。呼唤，不然我耳畔怎觉忧郁流窜？我地球超新鲜，我们群名叫什么？群名叫做地球叫什么？地球超新鲜大展宏图，什么之类的忘了，就叫地球超新鲜群啊，就叫地。我真没电了，我鼠标，等一下，朋友们啊，鼠标都播没电了。不跟我遗憾，才让我也没有忽闪。万幸我仍然有你在身旁，万幸你仍然信我的回返。纵然这岁月慢变幻，你也仍愿陪我在一段。万幸这深渊能瞬间温暖，万幸这想念你也有同感。时光流转，你我相伴，故事未完。是坏了吗？月光隐然思念感叹，多少绚烂未完，前路未谈，怎忍心和你离散？万幸万幸你仍然信我的回返，纵然这岁月慢变幻，你也仍愿陪我在一段。万幸你仍然懂我的回看。好了，插反了刚才，无语，刚才鼠标插反了。万幸这想念你也有同感，时光流转，你的相伴。然后真困了，
行，这样式儿，我放个 VCR，我去上个厕所，回来再给你们聊一会儿，我就也差不多了啊。今天就是想说，好久没播了。哎，这个星辰雨宫为什么会有 MV 呢？哦，是演唱会的版本啊。我还在想，我星辰雨宫没拍 MV， 为什么会有呢？要上传了个演唱会版本的啊，不好意思，你看我作为本人，我都感觉很意外。很久很久以前，流浪的人心中自由。他说有路就是漂泊，伟大不都来自平庸。很久很久以后，总该要留下些什么。经过一番爱不释手，勾勒一幅名叫寂寞在夜空。星星在点头，月亮跟着走，原谅这世界的冷漠，遗憾终究化成默，失落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温柔。每分每秒前的我，感动或伤痛，值得最真的笑容，把你珍重。失落总会好过假装快乐，经过一番爱不释手，勾勒一幅名叫寂寞在夜空。于是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冷漠，遗憾终究化成梦，失落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温柔，每分每秒前的我，感动或伤痛，值得最真的笑容，报以珍重。星星在点头，月亮跟着走，原谅这世界的冷漠，遗憾终究化成梦，失落写成歌，让我有勇气泪流。星星在点头，月亮跟我走，原谅这世界的温柔，每分每秒前的我，感动或伤痛，值得最真的笑容，报以珍重，报以珍重。
回来了，来。有空今天宁哥说了很多，很开心。其实我最近也不是最近啊，就是近一年吧，近一年的直播，其实我就不太像以前那样了。有很多朋友也说，哎，宁哥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放松了，也没有了，就是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一个活法啊，有一个生存方式。当然我也不会那什么的，不会改变的啊，这是我的性格在这儿。然后当然也是希望你们开心啊，你们开心最重要。所以呢，接下来我要唱几个歌吧啊，来，想听什么歌唱2个来。正好我想试麦克风哦，想看一下你电话，你干嘛？看我电话干啥？刚才放的是那个演唱会版本啊，所以这个上海演唱会也快开票了，朋友们，这个大家预告一下，可以到时候我们就上海见，好不好？啊，可以去看一看，想你了能唱吗？发了吗？那歌没发是吧？对，我好像就是在那个，我估计是在那个演唱会前后应该要发那个歌，然后编曲也有可能是重新做一下啊。唱歌啊，唱个就是有些朋友们，你们公屏上打那些歌名，有一些歌名很多歌名啊，还有一些歌你们很熟，有些歌我是永远都不会再唱了。具体因为什么我也不方便透露，就是没劲啊。很久很久以前，流浪的人心中自由。他说有路就是漂泊。有朋友说妈呀，终于赶上一场直播了，你没关注我是不是？长风谣我也不唱了，我回头演唱会搞一下。来自平庸。独爱，我看看啊。这个我看有没有伴奏啊？胸口之间沸腾着的火海。我试试啊，这歌有点高。为你独爱，一起不手不放开。我看看我不一定能唱得了，我试一下啊。诺言我不曾更改。哎，等会儿我后台怎么呼不出来了？哦，在这儿。你试，你怎么有点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感觉？我试试，我试，把眼镜戴上。一旦唱撕了，可以不承认我是刘宇宁啊。唱撕了，我可以不承认，戴墨镜你不认识我。胸口之间沸腾着的火海，任你铠甲并肩冲过阴霾。撕开命运昏暗的痛快。言语就言语。
哎，刚才就唱秃噜了，这又秃噜了。这样，我开个这个，开个 Auto Tune 一下。你等会等着的我，哎，这个帅不帅？你曾穿过一漫，宇宙的黑白，我永恒的收藏。电音，对，就是这个歌适合。我跟你讲，朋友们，你们信我，因为我可能做发行版本的时候没有搞那么电。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就开心啊，摇摇的味儿啊，要不正经啊，嘻嘻哈我们。胸口之间沸腾着的火海，任你铠甲并肩穿过阴霾。撕开命运昏暗的痛快，夜宇宙的黑白，我永恒的守在。梦一瞬是一生，超越生死的未来，藏于心，将与魂，或者只为你存在。骨血里的爱在长夜澎湃，被烟火覆盖，我心只有你明白。敷衍我，诺言我不曾更改，宿命揭开，为你独爱，一线为期不放开。穿过黑暗的地带，我的信念只为你主宰。不被凡事打败，生死相随，任性爱。胸口是……等一下，朋友们，是这样的，有朋友说卡了，没卡，这就涉及到一些专业性音乐制作上的这种东西了。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他这个歌呢，你必须要在底下垫一轨，为什么？因为这一句的时候，你这一句气口不够，他下一句直接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把最后一句垫一下的。就这个地方，我心只有你明白，白没唱完，为你，这个就出来了，这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歌这样，今天我先不唱了，回头我做个伴奏。有朋友说要被电死了，也不至于吧？没有多电吧？好像不是特别电吧？我听一下啊。之间沸腾着的火海，任你铠甲并肩穿过阴霾。撕开命运昏暗的痛快，夜宇宙的黑白。我永恒的守在，梦一瞬是一生，超越生死的未来，藏于心，将与魂，或者只为你存在。骨血里的爱在长夜澎湃，被烟火覆盖，我心只有你明白。好像有朋友说被电晕了，其实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对这个开 Auto Tune 好像有一些那个怎么说呢？有一些就是误会，觉得好像电音怎么样的，但是有些音乐是有这个是好听的。比如给你们举例，哪个歌是开这种效果是好听的？我想一想啊，哎，哪个歌是开这个好听的？我想想啊，我刚才想到了，突然给忘了。不是奉上，这种歌不太适合，其实就偏舞曲的，其实适合。来，这个其实有一些那个什么也适合，有些那个古风歌曲其实也适合，
像这个啊。世界嘉宾，我的音乐家你，我清唱一口慢慢品。醉人的从来不是酒和咖啡，而是你浅浅的笑意，不是你那浅浅的声音，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夜色和你，都令我深深的着迷。我们要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t this moment， 那所有的快乐都专属于你。亲爱的，要怎么形容你有多美丽？所有的词语都配不上你。我们要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t this moment， 我只等你一个眼神来示意。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对世界嘉宾，我的音乐家你，我清唱一口慢慢品。醉人的从来不是酒和咖啡，而是你浅浅的笑语，不是你那浅浅的声音，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夜色和你，都令我深深的着迷。我们要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t this moment， 那所有的快乐都专属于你。亲爱的，要怎么形容你有多美丽？所有的词语都配不上你。我们要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t this moment， 我只等你的眼神来示意。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哎，这个不会违和吧？尝一口慢慢品甜的声音，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夜色和你，都令我深深的着迷。这个不会很违和吧？还有一首歌特别适合开这种电音唱，有一首歌非常适合。사랑에도 나가요. 나는 파도처럼 뭐하니 써있네요. 묽어지는 그대 모습만 내 파대보다 작은 점이 돼요. 사랑진다. 시간이 지나
시간 이 생각에는 이 생각에는 나도 한적한도 해도 담벼 우리 다시 저기까지 서봤을까 If you 后面想不起来怎么唱了，因为没有音译歌词了，我有点就是词不太会，不好意思，朋友们。我听一下刚才那个，你看这个适不适合？ 그녀가 돌아가요 나는 아무것도 할 수 없어요 사랑해도 나가요 有点跑调。 나는 방금처럼 뭐하니 써있네요 묽어지는 그대의 모습만 내 바래보다 작은 점이 돼요 사랑 진단 시간이 지나면 또 몇몇 시간 이 생각에는 이 생각에는 还是不太好啊，这音效一般。我这两天再调一调，等我真正调好的时候，把大飞阿卓他们叫过来，咱们来一个不是康乃馨音乐会的一个小型小趴，好不好？啊，到时候希望各位光临啊，到时候感觉不太好，不太行，感觉录出来之后感觉有点滋儿咋的啊，没事儿，我回头调一调。 我新设备很明显好听，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传输到网上它是有损耗的，对，因为可能不知道，我就是感觉好像没那么清晰。这是谁的版本？ 不是，刚才那个版本好像不是，没事啊，行。有朋友6代米睡着了吗？6代米是谁？是我们家这个小胖子吗？小胖狗，6代米呼呼睡啊，6代米呼呼睡。前两天我还看有一个那种店家把这个 Demi 的图片印到身上当雪纳瑞 T 恤往外卖。我看到那个图片，我觉得好像 Demi， 然后我还问我那个团队人，我说这是不是 Demi？ 他在那卖这个雪纳瑞 T 恤，然后一看，我怎么觉得是 Demi 呢？好像真是不知道啊。但那件 T 恤还挺便宜的，比较人性化，25块钱一件。Demi， 来。 来，好了，行，看到了，女明星在这儿，可以吧？行，好，行，好，去睡觉吧，睡觉吧，
来，过来，过来，那边，过来，啊，好了，可以啊。稍微坐一会儿，哎，好，好。好，看前面，看这儿。他以为我要给他吃的啥东西呢，所以他，看前面。看前面。来，根儿。行，一会儿下播给你吃啊，下播给你吃。一会儿给他，一会儿给他，也差不多了。最后这点时间，让那个女明星登个场，给大家这个啊，行，一会儿给你吃啊，行了。我只说了来根儿，没说来根儿什么，给你来根儿吸管，来根吸管，去玩吧，行吧，谢谢各位了。然后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微博。然后也谢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支持吧。听我唠叨了一下，也听我这个发牢骚。当然也感谢每一个陪伴我今夜度过的每一个好朋友。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夜过得愉快。那咱就下次直播不见不散了，各位晚安。拜拜，各位。